那还是由我来告诉你吧。前线最需要什么样的飞机？是长官，我听说了你们在武汉上空的战斗。我们曾经并肩对南京进行了饱和轰炸，让支那人尝到了恐怖的滋味，并最终占领它。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拥有的96舰战。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支那空军在得到苏联的重新武装以后，我们的96舰战显得不是那么威力无比了。首先，它的续航能力不够，无法全程伴随轰炸机群进行突袭。我们打击武汉时，它只能从芜湖机场起飞，中途加入。尽管如此，飞到武汉用不了几分钟就得返航。新进的2次空中决战，支那人就是掌握了他的这一弱点，和他缠斗，耗尽他的燃油。其次，他的速度也不是那么快了。目前支那空军使用的是苏联的 C-63轰炸机，它是同类轰炸机当中速度最快的，甚至超过了我们的96舰战。这怎么行呢？这是不行的，大卫。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制造出比96舰战飞得更快、更高、更远的新型战斗机。长官，我能跟你说的，就是你梦想中的战机已经诞生了，只不过它还处在襁褓之中。我们这些人干的，就是给它喂奶，不与它长大。游戏，大卫，得加把劲儿。我希望他和你一样的结实，前线需要他。我还给你带来了2样东西，打开它。原先的勤务兵让我带给你的。如果是现在，你还能用它再挖出一条4米长的逃生之洞吗？恐怕是不行。长官，人在危机的时候所迸发出的那种坚强意志，不可能再重现了。你能行，不要丢掉它，它就是日本精神。谁？上校，军政部的何部长让你立刻去他那里。
何部长，是这样的，少校，你都看到了吧？看到了。我有点聋，但肯定没有瞎。这里是河南开封一带。对，是开封。这些蓝色箭头是华北日军土肥原的14师团，他原来是要支援徐州，我军放弃徐州以后，这个王八蛋在这儿掉了一个弯儿，拐头西逼陇海路的兰丰，攻下兰丰以后，又下开封，现在直逼我郑州。这是致命的一刀啊，部长。是啊，一旦郑州失守，浩浩荡荡的日军机械化部队会在平坦的原野上，沿平汉路迅速南下，少则1个星期，多则10天，就会直扣我武汉的大门信阳。而那个时候，我们从徐州撤离的部队还在半路。这个局面的确很糟糕，所以很抱歉，这么晚把你请来。你们想让我怎么帮忙？当然，我们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在平汉路上有一座铁路桥，为了阻止日军迅速南下，我们希望你的国际飞行队飞到那里去，立刻炸掉它。应该没有问题，部长。很好。天亮以后起飞，把事情做得干净一点，不要给日本人留下一点可乘之机。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想明白，胡少校，他完全可以派你们的空军去，更干脆一点，索性派一个工兵团带2车炸药去。据我所知，这是目前中国自行建造的最大的一座钢铁桥梁，建于1899年。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明白什么？那么漂亮宏伟的一座大桥，但凡是中国人，都下不了这毒手。哦，我的天哪！我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们中国人下不了手，所以就把它交给我们了。司令官，我回来了。啊，我们的参谋长回来了。怎么样？上野的樱花都开过了吧？司令官在开玩笑呢。我来的时候，东京的女人已经换上夏装，撑上阳伞了。好，难怪我眼前的地图一片春意盎然呐。来看看吧，我们的各路大军已经逼近他们的最高军事指挥部，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已经穿越豫东平原，和皖北大平原。出乎我的意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看来还是得使大价钱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司令官，您还不知道吧？又增加了32亿5千万和40万的援兵，陆军又怎么能不拿出吃奶的力气呢？这些你都是听东京说的？现在军部完全由陆军将领说了算。报告司令官，陆
军第14师团土肥原将军来电质问：我们的飞机为什么要炸毁平汉路黄河大桥？但这个土肥原也太张狂了，他把我们海军看成什么了？我们海军连一点战略眼光都没有，愚蠢到自断后路的地步。回电给这个混蛋！我们海军不是白痴，就这么发。嗨，算了，司令官，还是客气点吧。14师团的确走出了一步妙手，显然支那人已经看出了这步妙招的厉害，所以才匆匆地炸掉了大桥。但是炸掉大桥，不能从根本上彻底阻止我军机械化的进军，除非他们把黄河大堤也炸掉。会炸掉黄河堤坝吗？啊，我也是随口说说。太可怕了！一旦黄河水漫过堤坝，一泻千里，不，没人会敢这么干，没人。玉石俱焚，那得死多少人呐！顷刻之间，就会回到洪荒时代。这也许是一种可能，敢不敢也得看支那人了。所以陆军还不要忘乎所以。如果把支那人逼到死亡的墙角上，就会造就最顽强的敌人。好，毛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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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部长，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掘开黄河堤坝，反攻之敌的报告。形势险恶，只有断臂求生了。炸毁堤坝的方案一共有3个，其中1个牵扯到空军，上校是合适的人选，陈纳德上校，让他去干。报告，进来。副司令官，你找我？上校来华有1年多了吧？整整1年，还多几天。他最近怎么样？情绪可好？副司令官，您是随便问问呢，还是认真的？你这叫说的什么话呀？我当然是认真问的呀。如果是认真的，我想为上校说几句话。你说。
作为他的翻译和联络官，我和陈纳德上校已经朝夕相处整整1年多了。看得出你们处得不错。上校是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航空专家和飞行天才。这个我知道，他就是我挑选的。可是我们中间许多人至今没有把他当成自己人，尤其是近2、3个月，他几乎变得可有可无。上校为此非常痛苦。前几天，他奉命炸掉黄河大桥之后对我说，他感觉自己很孤独，是个另类。那么漂亮的一座大桥，别人下不了手，他却可以，而且可以没心没肺、毫不手软地去干。我认为这样的使用本身就带有人格歧视，就好像你给了别人钱，别人就什么都得给你做。哦，你自己干不了了，怕断子绝孙，就交给外国人去做。这，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上校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当我们举国西迁，他看到那么多难民的人流，秩序井然的向西，他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你可以回去了，啊。可是您还没有跟我回去好好照顾你的上校，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这样。是。何部长，我已经和少校谈过了。对，关于用空军的方案，似乎在技术上解决不了。是的，因为我们所有航弹的爆炸力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就想，运一些高爆炸药到郑州。这个没问题啊，送水利专家也没问题啊。飞机可以随时起飞，我让运输机随时待命。是。53军是指不上。马上换人，通知新编第8师的蒋师长，亲自和他谈话。是。司令官，新编第8师已接通，蒋师长在线上。蒋师长吗？哈哈，你好，你好。兄弟有一事相求啊。对，请你给我派2个团，要最好的工兵，去炸花园口。
蒋师长，蒋再真，我告诉你，在这国难当头、千钧一发的时刻，总得有人当地藏王啊！你说，你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民族都陷入了大难，我们是万般无奈，我们只有绝了黄河，才能抵挡敌人的坦克、汽车。如果淹了百姓，你千万要原谅我们呐！干饭我们有一点办法，我们都不会这么做，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只能牺牲，为了抗战。你原谅，千万原谅我！这是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黄河的水横古以来第一次不是向东，而是由北向南，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的44个县，90万中国民众丧生，将近1200万人受灾。这巨大的代价换来了千里地障。阻挡了日本机械化部队的追杀，迫使他们改变由北向南的计划，不得不速将一步步西上，从而为我后来的武汉决战争取了宝贵的3个月准备时间。决堤造成的洪水对中国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了这场战争对日本人的伤害，上百万人无家可归，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别动！团长，我回来了。喝杯清酒吧。我的奉命，向被洪水围困在中牟卫市的16、14师团投放药品、粮食和饮用水，沿途一片汪洋。我看支那人不过是动用了自然武器，这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可怕的不是结果，而是在于他们的决心。可他这么干，完全不会影响大本营攻占武汉的决心。是的，你说的对，但是你要明白，帝国的根本利益是在于迅速结束支那战争。占领武汉的本意，也是使之绝望屈服。
现在已经不行了。下这种决心的人，他的心肝脾肺都是铁质的，你还能指望他什么？那就继续打下去，直到他们投降为止。你还是来看看地图吧。即便我们占领了武汉，你看一下还有多么大的面积。如果在东京，你坐上1天1夜的火车，你会开到海下去。但是在这里，即便你坐上3天3夜的火车，窗外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或是高山。您的意思是说，战争将无边无际地打下去？稍有头脑的日本人都不希望这样，这会把整个日本列岛都拖下水。不幸的是，事情正是这样。你跟巴拉诺夫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我跟他说，上校心情极不好，想和他喝一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极其不好，而是我的心情极其糟糕。就是这个意思。他很高兴，说你还从未请他喝过酒。是啊，找一个从没有喜欢过的家伙喝酒，足见得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我只是一点也不想看到我很亲近的人。上校，我注意到了，你昨天晚上没有去行辕，而是借故头疼。我还是头一次见你拒绝夫人的邀请。是啊，没错，也许我正好就是很头疼。自从1个月前你从黄泛飞行归来，我发现你变了很多，常常一言不发的。你想要我说什么呢？如果是你最信赖的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还自称是信奉耶稣的人，上帝！我们刚刚经历的，就像是一个莎士比亚的悲剧故事。如果还有什么别的方法的话，我相信委员长不会同意那个决定。哦，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怀疑。可你能告诉我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决定吗？将近有100万人民的生命就这样的被他们忽视，被永远的遗弃，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你可以说出1000条理由，甚至其中999条都是最高尚的。可是结果呢？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的想法，那仍然是一个很坏的决定。那仍然是一个很坏的决定。那仍然是一个很坏的决定。巴拉诺夫将军，请。
告诉我上校，你的国际队是不是缺少飞机零部件了？要不然，你怎么会请我喝酒？我有事向您请教，快点，胡少校，给我们的总领航员同志倒酒。哦，将军，为什么我怎么瞧你，你都是一副笑嘻嘻的高兴样，而我却总是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呢？你说你为什么要快乐？那我问你，你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是不是写了一张字条，还塞到你的口袋里，很正式地告诉你，我命令你，你必须每天笑嘻嘻的，尤其是见了美国佬陈纳德。瞧，你很快乐，就这么简单，快乐到处都有。哦，快乐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还是不快乐。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消息，我真的是无法接受，无论是心理上还是感情上。你们中国人呐，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呢？上校，依我看，到目前为止，你还是不了解中国人。你知道中国人是什么吗？就像是这杯酒，中国烧酒，表面上它很透明、安静、温顺，喝上去也可口。这还是中国人。只要一根火柴，它就会变得如此炙热，足以烧毁敌人，也会烧毁自己。我的天哪，巴拉诺夫，你是个诗人。比喻永远是不够的，具体到现实中，例如你的朋友蒋夫人，那又不尽然了。对了，我倒很想听听你们布尔什维克对他的看法。是啊，作为女人，她美丽勇敢，热爱她的国家。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领导者，她也无法摆脱她的局限性。你别绕弯子，有什么话就请你直说。举个例子，我来中国的时间也不短了，并且每天都遇到很多中国人，他们都说他们的第一夫人每天都用牛奶洗澡。这纯属谣言。我当然也不信，不然那得多别扭。可他的人民坚持认为他生活奢靡豪华，你能怎么办？你说的的确是个大问题，奢靡豪华，全世界哪里都有。可是这种奢华也只会在此时此地才那么的让人难以接受，因为还有很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如果你们的罗斯福总统现在把一大笔救助金交到这个奢华的女人手上，那样的话，你能够放心吗？什么怎么样？冈村宁次5个师团被困在了庐山，你说怎么样？已经下了总攻命令，军长、师长都进了敢死队，鬼头刀都抡上了，拼呗！陆军要这样搞啊，
真得叫他们大哥了。哼！来来来，哥几个，过来，对一下飞翔航图啊！来，我看一下。现在庐山地区打的是如火如荼，鬼子地面已经没什么指挥官了。据情报，有3架运输机要空投160名左右。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下这3架运输机，支援陆军地面部队。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明白。刘爷，这不太合适吧？啊，厕所太远了。那可是你这去那边啊，去。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哎，不是这么晚了，你们来干嘛来了？人家抬商号，我过来抬电台，不行啊。你赶紧的，你穿成这样，在这说话多不合适啊！强行挖苦我是不是？啊！我让你看了，这回我损失大了。我觉得空军杂志应该把你的形象登在封面上，那才好看。行，说点正事啊。哎，你们是不是要撤了？你们中队也撤呀？你不知道吗？知道倒是知道，没想到这么早。哎呀，可惜陆军兄弟了，现在只剩下半堂子戏了。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记得上次你父亲说，未来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难得那天的谈话你还记得？那当然了。哎，后来你父亲有提起我没有？干嘛要提你啊？你说呢？真不把自己当外人。都说你刘长岭是空军的霍去病，你知道霍去病最有名的一句名言是什么？什么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赶紧穿上点，别冻着。蒋夫人，来，你看我这里这么凌乱，你随便找个地方坐吧，啊，你们先退下去吧。是夫人。我听说你们打算彻底的放弃南昌机场。是的，南昌那边苏俄志愿队伤痕累累，向委座提出暂停作战，退返兰州，修理飞机。委座已经同意了。要是南昌不改的话，那么武汉是不是也就要？我们已经决定放弃武汉，
空军退守四周。那就太遗憾了，夫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时根本就不用炸掉花园口了。别假设，没意思。委座已经决定，不再硬拼下去。再这么打下去，那就是为他人作嫁。做嫁衣？你不懂。委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心境，那就是共产党。你们双方不是合作得很好吗？是合作得很好，可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和共产党的蜜月期已经到头。为什么？你知道吗？截止到今天，共产党在敌后的武装已经发展到多少人？可能5万人吧。 50万之众。